将军出征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娇弱的公子。他把公子洗干净送到我房里，你看看满不满意？我上下打量了一眼，我不太喜欢黑皮的，下次找个白点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战场上白皮的男人不太好找。顾海指着那气若游丝的男人，不过这次他的身体你肯定满意。我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，让我看看这次是啥病。顾海中了西域的五步蛇毒，又中了东林的百日散，两毒相斥，竟让他活了下来。我更兴奋了，有挑战性。我喜欢。顾海点点头，那你慢慢研究，我先撤了。我莫小仙，蓬莱岛大师姐，素来有药吃支撑，平日里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喜欢研究些疑难杂症。听闻小师弟顾海回了苏氏当了将军，我二话不说就收拾包袱跟过来了。苏氏有病的人多，我喜欢。顾海每次出征回来都要给我带回来一个男人，有病的男人。毕竟战场上只有男人，但将军府的其他人似乎并不理解我的一腔热血。比如此时，我刚把那人衣服扒下来，准备看看他经脉血液运转情况，就听见外面传来了婢女的窃窃私语声。我的耳力向来极好，将军又给莫姑娘带回来一个男子。可不是，大家都说莫姑娘是狐妖变的，专食男子精气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还看见有人从莫姑娘房中把男人尸体抬出来呢，听说是被吸干了精气。咱们将军不会中了他的妖术吧？那次不怪我，都怪顾海。他带回来一个就生一口气的给我治，我还没碰到他呢，人就没气了。我又不是大罗神仙，这哪就得回来？没法子，只能让人抬出去埋了。我甩了甩脑袋，强行驱除杂念，开始给面前这人扎针。3天后，我蓬头垢面冲出屋门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顾海啃着馒头跑过来，咋了？我指着屋里，我就回来了。顾海一愣，馒头一扔，也冲进房里。原先还气若游丝的男人，此时躺在床上，虽脸色仍然苍白，但气息平稳，状态比之前好了太多。顾海惊叹：师姐，你的医术又精进了。我有些得意，那是。顾海眨了眨眼，然后把我拉了出去。师姐，我有事想请你帮个忙。顾海说，最近皇帝上朝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大臣们私下里都说皇帝陛下龙体怕是有恙了。说的人多了，信的人也就多了。虽说这西晋朝已经立了太子，可太子从小身体就不好啊，说不定哪天就没了。所以还剩下的4皇子、7皇子皆对那皇位虎视眈眈。顾海是7皇子的表兄，他自然是站在7皇子那边。我问他，你想让我毒死皇帝还是毒死太子？顾海，我还没活够，暂时不想死。他神秘兮兮地凑到我的耳边低声道，明日陛下出宫巡幸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，他是不是真的时日无多了。他对我倒是了解，没几天好活的人，我确实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想着这段时间吃他的用他的，我也怪不好意思，于是直接大手一挥，应了下来，小事一桩，到时候我帮你看看便是。次日一早，我被顾海安排在皇帝巡幸必经之路的一座茶楼之上。等了没多久，玄武大街便嘈杂起来，身着黑甲的御林军将百姓拦在了外围。随即6匹骏马拉着龙辇渐渐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顾海拉了拉我的袖子，师姐，那便是皇帝。我闻言看了过去，坐在龙辇上的那人一身明黄龙袍，浑身帝王气度，但脸色确实不太好。见我眉头紧皱，顾海连忙问道，如何？我沉声道，纵欲过度，精元有损。顾海，他沉默片刻，没了。我没了。顾海一时无言。我朝下又随意瞥了几眼，视线划过龙辇后面那辆马车时，直接顿住。只见一男子姿容艳绝，青丝如墨，是我不曾见过的好颜色。当然，这不是重点。我一把抓住顾海的胳膊，指甲激动得恨不得嵌进去。顾海疼得直抽泣，大师姐，你干嘛？我指着那男子，他是何人？顾海看清我指的何人，愣了一下，太子奇绝啊，除了他谁还有资格跟着陛下一起巡幸？我有些希冀地看着顾海，四目相对，
眼神流转间，顾海的脸色直接变了。大师姐，那是太子，我搞不来的。我点头，你可以的。顾海狂怒，我不行。你可以。顾海，我不行。他这一声稍微有点大，周围众人齐齐地看了过来，视线从顾海身上一扫而过，随即窃窃私语，看不出来啊，年纪轻轻的。啧。太子奇绝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越回想就越兴奋。只看了一眼，我就笃定他体内定有奇毒，但具体是哪种毒我又说不准。这我就很急，抓心挠肝的急。不行，我得去弄清楚了。我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看了看外面的漆黑夜色，从床底掏出了我许久没穿的夜行衣。除了医术，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便是轻功了。我与顾海的师傅是蓬莱岛不世出的高人，顾海能在战场以一敌百，我又能差到哪去？悄无声息地闯入皇宫，于我而言并非难事，但是皇宫太大了，待我找到东宫奇绝住处时，月亮已经挂得很高了。我跃上了他的屋顶，随手掀开几块瓦片，随即强眼心头激动，俯身看去，我看到了一双好看的眼睛。不是，谁家太子睡觉睁着眼睛啊？我愣住了，他也愣住了。只见美人太子眉头一皱，薄唇微动。不好，他要喊人！我情急之下直接从屋顶跳了下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他床前。奇绝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看得我心里一咯噔。是美行凶，是美行凶啊！不过我还是有理智的，伸手直接点了他的穴道。这下我就能为所欲为了。奇绝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我安慰他，不要紧张，我只是对你的身体感兴趣。你脱了衣裳，让我好好瞧瞧就行。奇绝动不了，我很贴心的自己上手了。扒开他衣裳的那一瞬间，我感觉他身体颤了一下。天气是有些冷哈，我很快的，你忍一下。我看着他胸口上布满的血色网状纹路，眼睛直接亮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还真是天下奇毒之首，拜观音。这拜观音我还从未见过，只是听师傅提起过。眼下亲眼的见，我觉得很是亢奋。我颤抖着手伸过去，想仔细摸摸，可上方却传来一声极轻的闷哼。我猛地抬头看去，只见奇绝双耳绯红，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。你疯了！我大惊失色，强行冲破穴位会要命的。我抬手解了他的穴位，奇绝软软地瘫倒在了床上。我心虚地伸头看了看他，没事吧？奇绝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，眼睛微红。你是谁？我沉默片刻，把他没什么力气的手从我的脖子上拿了下来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脑袋。我啊，是救你命的人。马不停蹄赶回顾府，我兴奋的一宿没睡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爬了起来，开始收拾东西。顾海听到消息，匆忙赶了过来。师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把银针袋还有瓶瓶罐罐全都装好，转头看着他。师姐要去干一件大事。跟顾海一五一十说完我的想法之后，他愣在原地许久，没有缓过神。我好心情地哼着歌，提着包袱就要走。他拉住了我的胳膊。师姐，你当真要进宫？我点头。那里可不像顾府有你随心所欲，一个不慎真的是会死人的。我看着他，只道师姐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。拜观音，我是一定要解出来的。我跟顾海对视片刻，他移开了眼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去吧。你也得去。顾海，你得给我弄个身份啊，我知道你有办法。顾海，正巧有一批新宫女入宫，在顾海的暗箱操作中，我成了其中一员，并且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东宫。东宫的管事嬷嬷白天带着我们在东宫到处熟悉了一下，然后开始给我们立规矩。总而言之，太子身子不好，万万不能冲撞太子。我记下了，然后在当天夜里偷溜进了奇绝的屋内。奇绝惊恐地看着我，我熟练地拿出了银针带，衣服脱了，我先给你扎几针，让你别死那么快。奇绝一动不动，直直地盯着我。我发现他跟我以前遇到的那些病人不太一样，那些人哭天喊地地求我救救他们，但奇绝好像很抗拒我救他。
或者换个说法，他不太想活了。齐觉慵懒地躺在床上。你当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给我治病？你可知我体内的是什么毒？我有些奇怪，拜观音啊！齐觉眸中暗光微闪，你连这都知道？你到底是谁的人？这人好奇怪，我只是想解毒，为什么他总以为我要害他？我张了张嘴，正要说话，却见他神情一变。齐觉捂着胸口，一头栽在地上，身体蜷缩着，死死咬着唇。我抬头看了眼窗外的月亮，今天是15，拜观音，每月15，中毒之人都会体验一番剥皮蚀骨、万蚁钻心之痛。来不及多想，我直接取出腰间的银针带，半跪在地上，将齐觉翻了过来，伸手扒了他的衣裳，他胸前的纹路更鲜艳了。我花了半个时辰的时间，把齐觉扎成了一个刺猬。他的气息逐渐平缓下来，我观察着他的脉象，这一观察就观察到天亮。齐觉醒的时候，我轻悠悠地唤道：“醒了啊！”齐觉艰难翻身坐起来，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哎，你这人，我有些不悦，我救了你，你怎么也不说声谢？他轻嗤一声，我求你救了吗？少管闲事。啊，好气人！我来回踱步，希望分散些火气，我怕我忍不住把他给弄死了。齐觉的声音依旧冷冰冰的，你可知这毒是谁给我下的？就不知死活的来帮我解毒。我撇撇嘴，太后呗。空气安静了几分，齐觉有些难以置信地转头看过来。我愣了一下，啊，还真是他啊。齐觉，你竟敢套我的话？我没回他，只惊讶道，太后为啥要给你下毒？就因为你不是皇帝亲生的。齐觉，你说什么？我又愣了一下，啊，这是你不知道啊。习医之人对人体的骨骼面相极为敏感，我当时一看见皇帝和太子就能看出来，这俩压根就不是亲父子啊。齐觉手中的茶杯落了地，摔在地上，4分5裂。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撞到床沿才停下来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着他这疯魔的样子，也知道自己怕是闯了祸，只默默退了出去。你先冷静一下哈。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子，刚准备休息会儿，管事嬷嬷就过来，挨个把我们提溜起来了。莫大夫忙碌的一天开始了。经历了一天的劳作之后，莫大夫彻底瘫倒了。周围的小宫女也累得不行，躺在榻上开始说话。你们见过太子吗？听说太子殿下生的俊美，是西晋朝第1美男子呢。我听在内院洒扫的姐姐说，太子今天有些奇怪，一天都没出房门呢。啊，怎会如此？在他们低低的讨论声中，我昏昏欲睡。眼看着要跟周公见面，屋门猛地被人推开，管事嬷嬷进来了，宫女们慌慌张张站了起来。谁是莫小仙？我举手。管事嬷嬷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太子有令，从今天起你进内院，贴身服侍太子。啊，我的病患终于想清楚了。在宫女们或好奇或艳羡的目光中，我欢快地收拾包袱跑路了。一向不争不抢、无欲无求的太子，一夜之间换了个性子。他开始在朝堂上为自己争取利益，培养亲信，联系旧部。与他亲近的人甚至能很明显地察觉到太子的身体好了很多。我不懂那些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事，只知道齐觉跟我做了个交易，我替他解毒，他给我试药。这日齐觉刚从朝堂回来，我拿着本子迎了上去。昨夜服了千灵草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齐觉，尚可。我一边记一边问，可有头疼？齐觉，昨夜有些头疼。那今天呢？没有。我又问，胸口纹路可有变化？齐觉想了想，似乎淡了些。我手中毛笔一顿，抬头看着他，似乎。他神情一变，莫小仙。我抬手就去扒他衣裳，行医用药怎么如此马虎？到底有没有变淡你都不知道？让我瞧瞧。齐觉死死抓着衣领，脸色微红。我说过，别随便扒我衣裳。确实变淡了。我动作停了，然后抬头看着他，我不信，我得亲眼看看。然后继续扒。齐觉耳朵也红了，声音沉了些，莫小仙，等晚上再看行吗？哎，我这病人什么都好，
就是太过害臊。我勉强应了，行吧。齐觉松了口气，去了书房，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，时不时问些问题。他大抵是被我问烦了，揉了揉额角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我抿了抿嘴。齐觉坐在案桌前，伸手取过了桌上的茶水。我张了张嘴，正要说话，他直接抬手捂住了我的嘴，让我安静地喝完一盏茶。我注视着他慢慢品完了茶，然后倒在桌子上，浑身抽搐，把他的手从我嘴上扒了下来，叹了口气，哎，我准备提醒你来着，这是我准备给你以毒攻毒的毒药。齐觉死死瞪着我，两眼一翻，撅了过去。以毒攻毒的法子有些凶险，我把齐觉搬到床上，寸步不离地观察着。半个时辰后，刚刚饮下的毒药药性被拜观音一步步吞噬消散。我颓然地趴在床沿，又失败了。看来要想以毒攻毒，还得找更毒的药来。齐觉被折腾了一番，出了一身虚汗。我拿干净的帕子给他擦了擦，然后踉跄着站了起来。说实话，我也有些累了，偏偏这些事都得我自己亲力亲为，不能假手于人。我打开房门，揉着有些酸疼的腰，慢吞吞往自己屋子走。此时的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廊道拐角一闪而过的一角衣裙。一觉睡醒，我被绑了。富丽堂皇的宫殿此时显得有些阴森森的。我被人用凉水泼醒，一抬头就看见了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妇人站在我面前。大胆，竟敢直视太后尊严！嬷嬷一巴掌把我的头拍了下去。我了然，这就是给齐觉下毒的太后了。她抓我干什么？知道我在给齐觉解毒？不应该啊，我挺隐蔽的啊。正在思索中，太后说话了，听说太子近些天日宠幸你。我……啥玩意啊？太后被人搀扶着走到我面前。你有点本事。哎，家这孙儿向来不近女色。我呆愣着，没回他。他大抵以为我被吓住了，声音缓和了些。太子若是有什么事，你尽快来告诉哀家。你放心，凤栖公会是你最大的仰仗。这句话我听明白了，他是让我做他在齐觉身边的内应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齐觉，但我几乎没有犹豫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好的。太后一愣，狐疑道：答应的这么快？我默默低下了头，在抬头时眼睛红了。太后娘娘有所不知，太子殿下简直太过分了。他为了自己快活，对奴婢毫不怜惜，非打即骂。奴婢生不如死啊！凤栖宫的众人沉默了，在一片寂静中，我有些心慌。演得太过了，你受苦了。太后拍了拍我的肩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但哀家也不能全盘信任你。他身旁的嬷嬷递过来一个漆黑的药丸，吃了它，每月初一过来领解药。我乖顺地接过来吃了下去。千日红，这玩意味道有点苦，我不是太喜欢。被人送回东宫，我一路无言地回到了自己的屋子。刚一开门，就被屋内背对着我站着的齐觉吓了一跳。这么黑，你怎么也不点灯？齐觉半晌没动，我觉得奇怪，伸头看了一眼。嚯，脸色沉得累。怎么啦？我问他，谁又惹你了？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你去了哪？太后哪？齐觉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自顾自坐了下来。太后把我抓去了，说你最近在宠幸我，还让我给她当内应，传递情报。你还真别说，太后招揽人心还是有一手的。我短短几句话说的齐觉的脸色变了又变。我让他自己慢慢消化，伸手把蜡烛点上了。昏黄的蜡烛照亮了漆黑的屋子。齐觉转头看向我，呼吸一滞，你的脖子怎么回事？我摸了摸刺痛的脖梗，随口道，他们绑我的时候拿绳子勒的。见他脸色不太好，我宽慰道，你放心，我所求的不过是替你解毒，眼下答应太后不过是权宜之计。齐觉，他便这么轻易信了你？我耸耸肩，当然不是，他还给我喂了颗千日红。千日红，中毒者需每月服用一次解药，否则会浑身化作一滩血水。齐觉走到我跟前，抬手捏住了我的下巴，声音阴沉，你吃了？吃了啊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你放心，
我体质特殊，百毒不侵，而且……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声音一顿，抬头看向齐觉，难掩激动。我想到替你解毒的法子了。10日后，我坐在齐觉面前，看着他把药汤一饮而尽。怎么样？齐觉缓了缓，感受了一下身体的变化，语气有些惊讶，好像好多了。太好了！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替他诊了诊脉，脉象也好了很多。看来我这法子是对的。齐觉收回胳膊，视线在我手腕上一扫而过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怎么缠着纱布？我一心在小本上记着什么，只随口应付道：无事，煎药的时候被烫了一下。齐觉没再问了。我写字，他饮茶，微风刮得院子里的竹叶簌簌作响，还真有几分岁月静好的意思。我放下笔，仔细地瞧着。莫小仙，齐觉突然唤了我一声。啊，他说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齐觉说他想争一争那至高之位，尽管太多人想让他死，尽管他只被人当作棋子。我没立刻答应他，只说要想想，毕竟牵扯进这诡谲多变的朝堂之争，实在非我所愿。但我又觉得齐觉这人有些可怜，直接拒绝他，让我有些于心不忍。唉，真愁人。可还没等我想明白呢，东宫就遇刺了。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正把熬好的药端给齐觉，一支箭矢破空而来，把药碗射翻在地。我看着洒落在地的药汤，虎躯一震，这可是老娘辛辛苦苦熬的药。下一支箭矢很快飞来，我一把将齐觉推开。药洒了就算了，老娘辛辛苦苦就回来的人可不能死。可下一秒我就发现，我好像想错了，这群刺客好像是冲着我来的。该死！我轻踏石桌窜上屋顶，往反方向掠去。那些蒙面人犹豫了一瞬，很快朝我追了过来。宫里的守卫是真不咋的，我们7、8个人在屋顶上跳来跳去，竟也没人发现。一路逃到宫外空巷，我停了下来，几人对视一眼，齐齐朝我攻了过来。我的武功平平，对付这几个人稍微有些吃力。途中一个不察，被人找到破绽，其中一人执剑朝我刺来。漆黑的巷子里，一地的尸体。我抬头看着墙上那人，微眯了眯眼。你是谁？为何帮我？那人没说话，转身欲走。我沉声道：顾海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师姐了？顾海动作一顿，沉默片刻后转了过来，抬手摘下了脸上的面具。师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顾府内，我与顾海相对而坐。七皇子已经知道你在帮太子解毒一事，他不会放任你这样下去的。我听了疑惑，他不想齐觉活着，那直接刺杀他好了，杀我干嘛？顾海神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杀太子跟杀一个平平无奇的宫女，动静还是不一样的。他说的好有道理。我沉默了。顾海苦口婆心劝了我好久，我一直没说话，只在最后问了一句：齐觉的父母到底是谁？顾海大惊：你怎么知道他？我勾了勾唇。顾海，你又诈我。我笑了：师弟啊，跟师姐比你还嫩了点。顾海叹了一口气，把齐觉的身世跟我大致讲了一下。齐觉原先不姓齐，他姓孟，武威侯孟贺的儿子。孟贺与当朝皇帝齐慎氏拜过把子的兄弟。齐慎氏皇子时，孟贺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将军。他从皇子成了太子，最后登基为皇。孟贺为他披荆斩棘，扫清了一切障碍。后来敌人攻袭漠北，孟贺领兵出征，为齐慎守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江山。孟贺回京后被封武威侯，迎娶将门嫡女柳如燕，一时间风头无几。又过了2年，柳如燕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孟觉。这本是一件大喜事，孟贺还说要大摆筵席，3天3夜为他庆生。可边关再次告急，孟贺领兵去边关，这一次他带上他刚产子后不久的妻子，儿子则留在了京城。我的手指一下又一下地敲着桌子。皇帝让的，他怕孟贺拥兵自重，所以把他儿子当成人质留了下来。顾海点头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孟贺当时权势太大，陛下害怕了。孟贺和柳如燕守住了边关17城，但也再也没有回来。
他们战死在了最后一场守城之役中。与此同时，武威侯府起了一场大火，整个侯府的人都死了，包括那位未满1岁的小世子。同年6月，宫里懿妃嫔为陛下诞下了一皇子。陛下感念武威侯忠义，把皇子取名齐爵。齐爵5岁时便被封了太子。他为什么要立齐爵为太子？顾海嗤笑，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可笑的良心作祟，也许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挡箭牌。我抬眸看向他，怎么说？顾海，当今陛下与太后也并非是一条心。太后想让陛下立四皇子为太子，但陛下貌似不太喜欢这位四皇子，毕竟他的母妃与太后是一个姓。陛下为了保护他真正想立的皇子，推出一个挡箭牌来承担各种明枪暗箭，也说不准呢。至于他真正想立哪位皇子，谁又能猜得到呢？显而易见，齐爵就是这个倒霉的挡箭牌。我叹了口气，他还真是有点可怜啊。一盏茶喝完，我起身拍了拍衣裳，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顾海猛地抬头看我，你还要回去？你明知道齐爵身旁危险重重，无论是太后还是七皇子，不会放任他这么下去的。我朝他笑了笑，师弟，当年你去蓬莱岛拜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那了，所以你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。我的家乡是边关17城，我出生那1年敌人来犯，武威侯救了我全家不止1次，这个我得还的。悄无声息回到东宫的时候，齐爵站在院子里等我。殿下，我轻声唤了他一声。齐爵浑身一僵，慢慢转过身看向我。我瞧着他眼底的猩红，有些惊讶，怎么了？齐爵一声不吭，只伸手拽着我的胳膊，把我揽进了怀里。下一次别轻易就把我推开了。我愣住了，他说的是我先前推他的那一下，可我没使多大劲啊，这病患有点太依赖我了。仇人。他把我搂得紧紧的，我快喘不过气来了，只好胡乱拍了拍他的背。好，以后不推了，不推了。我开始帮齐爵给太后传递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，比如太子殿下昨日与梁太傅下了一天的棋，说了些不知所云的奇怪话，比如太子殿下这些天日练武不曾懈怠，再比如夜里我瞧见太子殿下密会遇邻军首领。这些消息太后虽不会全信，但多多少少会在她心里留个疙瘩。而齐爵在我的调理下，体内的拜观音已经被彻底压制住了，他胸口上的红色纹路几乎快消失不见了。齐爵有时候会问我，你给我喝的究竟是什么药？我朝他眨眨眼睛，这可不能说，这是我的独家药方。齐爵勾了勾唇角，没再多问，只是在第5次朝我看过来时，忍不住提醒道，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找医师看看？我瞪了他一眼，这世上还有比我更厉害的医师吗？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，我就是最近太累了。8月15，宫里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宫宴。宫宴前夕，齐爵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头顶的月亮。时候快到了，我把手中的药递给他，趁热喝了。齐爵沉默几秒，还是伸手接了过去。我像往常一样拿出一个小册子，上个月15感受如何？齐爵几乎不疼了。我瞅了他一眼，几乎。齐爵失笑，不疼了。合上手中的小册子，我总算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8月14夜里，我惊慌失措地跑进了太后的凤栖宫。太后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彼时太后正在月下喝茶。我的出现让她吓了一跳，看清我狼狈的模样，她疑惑道，发生何事了？我抓着她的衣摆，结结巴巴道，今夜我值夜，路过太子殿下书房时，听见里面隐隐约约有说话声传来。我没敢偷听，赶紧就离开了。可离开前，我听见里面有人说了一句话。太后连忙问，什么话？有人说时机到了，该动手了，明天以摔杯为号，到时候这天下就尽归殿下了。太后大惊失色，脸上的神色变了又变。她想了想又问，你可曾跟其他人说过？我红着眼睛摇头，未曾。好。太后召来贴身嬷嬷，指着我道，把他给我关押起来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太后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太后拍了拍我的脸，哀家不能光凭你这几句话就信了你。
你说的话，哀家会去查证，尘埃落定之前，你先好好待着吧。我被关在凤栖宫，只留了2个宫女看着我。听着宫内的晨钟，我默默计算着时辰。不知又过了多久，屋内唯一一扇小窗也黑了下来。宫宴快开始了，这么热闹的场景，我可不能错过。我敲晕了看守我的宫女，轻松跃上屋顶，朝乾清宫飞速掠去。乾清宫内悬灯万盏，亮如白昼，歌舞升平，奢靡至极。我静悄悄地潜伏在房梁之上，噤声屏息。宫宴进行到一半，突发变故，太子齐爵没接住宫女递过来的酒杯，酒杯砸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来人，护驾！四皇子猛地站了起来，抽出腰带中的软剑挡在陛下身前。有身穿红甲的官兵冲了进来，将齐爵死死围住。妃嫔们吓得惊叫起来，纷纷起身躲在了后面。四皇子转头面向皇帝，父皇，太子殿下意图谋反，其心可诛。皇帝其甚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杯酒。哦，可朕亲眼所见的是老四你持兵赴宴啊！四皇子脸色一变，不可思议地抬头望去，父皇。他又看向齐爵，视线流转间，瞬间明白了一切。你设计陷害我？齐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四弟这是何意？四皇子定定地与他对视几秒，然后一把扔了手中的剑，转向皇帝跪了下来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求父皇明察。皇帝一拍桌子，整个乾清宫瞬间寂静下来。他抓起手边的酒壶，狠狠砸了下去。冤枉？那你在范林山豢养的私兵也是冤枉的，你帮你外祖张家买卖官职也是冤枉的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个不是杀头的罪名？老四，你还敢跟朕说自己冤枉？酒壶砸在四皇子额头上，鲜血瞬间流了下来。太后此时终于回神，她急忙道：皇帝，你……皇帝摆了摆手，来人，太后累了，扶太后回宫休息。太后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便被人架着退出了乾清宫。事到如今，四皇子哪里还看不明白局势？他是让人算计了，也许皇帝也是其中一个，也许不是。可无论如何，他今天这劫是逃不掉了。他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抬眸看向皇帝的眼神再无敬重与恐惧。父皇，这都是您逼我的。他捡起地上的剑，一剑刺向旁边的太监。来人，跟我杀！赢了这场仗，姑给你们封侯拜相。乾清宫瞬间乱作一团，哭喊声、厮杀声充斥在耳边。齐爵离四皇子不远，成了他首要的攻击对象。我从房梁上跃下，挡在齐爵面前。四皇子武功一般，我跟我正好可以打得有来有回。周围的红甲兵很快被皇帝的御林军制住。四皇子眼看大势已去，攻势愈发凶狠起来。这种不要命的打法，我有些招架不住，一时不察，竟被他卸去了手中的武器。齐爵被人死死拉住，不能上前，莫小仙。四皇子轻嗤一声，抬手攻来，长剑架在我脖子上，我被他彻底制住。齐爵挣开众人，踉跄着上前，老四，你放开他。四皇子闻言就笑了，没想到心思深沉的太子殿下竟也会如此失态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我揽在怀里。怎么，我这么对他，你是不是很愤怒？齐爵垂在身体两边的手都在颤抖。四皇子更兴奋了，他的手有些抖，长剑在我脖颈割开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瞬间流了出来，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齐爵大喊：你别伤他！四皇子知晓自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，此时就是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在激怒齐爵。他侧头抚在我的脖颈处，温热的呼吸洒了下来，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随即很快意识到他要做什么。那啥，四殿下，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做。我这么一说，他反而更兴奋了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他一边笑，一边在我脖子伤口处舔了一口。我被恶心的龇牙咧嘴。齐爵以为我是疼的，当场就拔了剑要冲过来，可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很快又被别人按住了。四皇子疯狂大笑，笑到一半停住了，众人惊恐地看着他。
四皇子手中的剑颓然落地，身子不受控制地向后跌去，身体皮肤逐渐变黑。他目眦欲裂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四殿下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不过瞬息之间，他便没了生气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我劝过你的。东宫内，齐爵坐在我对面，许久没有说话。所以你不仅百毒不侵，连体内鲜血都是制毒之物。我点头。他神色晦暗不明，声音有些阴哑。所以你这段时间给我的药，是用自己的血为药引？不是询问，是笃定。我瞧着他脸色不太好，怕是有些生气，连忙解释，你放心，我的血只是有毒，不脏的。齐爵一把扯过我的手腕，撩开衣袖，露出上面狰狞还未完全恢复的伤口。疼吗？我一愣，老实回答，有点疼。齐爵一言不发，起身找出了金疮药，半蹲在我身前，替我仔细地擦着药。烛火昏暗，映在他好看的眉眼上，我看呆了。这人又在是美行凶了。替我在手腕上玩药，他又撩起我的头发，看了看脖颈处的剑伤。他修长的手只取了一点药，轻轻敷在我的脖颈。这次他离我极近，近的我能感受到他的呼吸。我有些不太自在，下意识往后拉开了一点距离。可下一秒，一只手掌抵在了我的后脑勺，把我整个人又拽了回来。别乱动！气氛变得有些尴尬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垂眸看着自己的脚尖。你体内的毒基本上被清理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该走了。齐爵动作一顿，什么时候？我想了想，大概3天后吧。齐爵沉默了，他安静地替我上完药，裹上纱布，然后起身去放药瓶。天上泛起了鱼肚白。我转头看向齐爵，你该休息会儿了，天一亮，你应该会有许多事要做。说罢，我转身就要离开，可齐爵却拉住了我的袖子。我不想睡。莫小仙，你能跟我说说你的事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有些惊讶。我的事？我的事挺曲折的。真要说起来，得从西纪13年边关之乱说起了。我出生那年，敌人攻袭边关17城，武威侯誓死守城，死在了最后的守城之役中。尽管当时援军已到，可百姓仍恐慌至极，他们生怕敌人破城，屠城杀人。于是在一个黑夜里，在最岌岌可危的边关3城，百姓举家出逃，大批难民开始南下，我家就是其中之一。南下之路无比艰险，最快的路径便是穿过西域，可西域更是危险重重，庞大的难民队伍到最后不过1000余人。队伍在西域遭到了绞杀，西域人杀了所有的大人，把小孩尽数抓走，他们把孩子全都关了起来，用我们试药试蛊。那时候我们被他们称为药人，我是药人中最出色的一个，数百种毒素在我体内冲撞，最后归于平静。百毒不侵的体质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。7岁那年，有一高人云游到西域，他摧毁了关押着我们的是毒点，带走了唯一还幸存着的我。那高人把我带回了他的蓬莱岛，让我叫他师傅，开始传授我医术。那时他问我想不想学医，他说学了医术就能治病救人，还可以为人解毒。百毒缠身的滋味太痛苦了，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。我想写一部自己的医书，想走遍5湖4海，治病救人，就像师傅那样。齐爵静静地听着，一直没出声。我从怀里把我一直在写的那个小册子拿出来，有些兴奋。齐爵，你看，我的医书，多亏了你，它完整了不少。齐爵走到我面前，轻轻地把我揽在怀里，他的下巴搭在我的肩上，说我该谢谢你。四皇子因谋逆一事被押入大理寺待审，太后也被皇帝送去了福安寺，美其名曰颐养天年。我出宫那日，齐爵来送我，山高路远，你保重。我朝他挥手，山高路远也没有朝堂凶险，你也要保重啊。我留给你的药丸记得按时吃。我告别了齐爵，又去顾府走了一遭。顾海看见我，有些惊讶，师姐，你这是要去哪？我笑了笑，去云游四海，治病救人。他脱口而出，齐爵就这么放你走了？我纳闷，为什么不放？
顾海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。是了，你心不在此，深宫红墙困不住你的。齐爵倒是懂你。我问他，四皇子大势已去，眼下便只剩下七皇子与太子争了，你说谁会赢？顾海笑了，谁能说得准呢？后记。我走遍了西冀的湖海山川，在一个又一个地方落脚，开医馆，授医术。我花了10年时间，把自己编纂的医书带到了西冀各地。10年时间，也把我从豆蔻年华熬成了一个老姑娘。师傅，张家大伯昨日来拿了最后一帖药，他的病已经大好了。小徒弟高兴地冲过来给我报喜。我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点头，你再看顾这些，不出10日，应当能彻底痊愈。小徒弟疑惑道，师傅，你要去哪？师傅要回去看看师傅的师傅了。这话有些绕口，小徒弟半晌没反应过来。那就是师祖？是啊，我得回蓬莱看看你师祖。我向来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，收拾好包袱没再耽搁，第二天天一亮便启程回了蓬莱。一路走走停停，1个月的路程很快就走完了。我回到蓬莱的时候，心神恍惚了一瞬，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似乎从未变过。我走到师傅的院落，喊了起来，师傅，师傅，您最喜爱的弟子回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喊了不知多少声后，一声浑厚有力的声音自后山传来，八戒、为师在后山观雨亭。我拎着酒欢快地冲到了后山。师傅，您看我带什么？看清楚亭内相对而坐的2个身影后，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齐爵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你怎么在这？师傅回头看我，朝我招了招手，过来，为师给你收了个小师弟。我实在想不通，齐爵为什么突然变成了我的小师弟。师傅拿着我给他带的桃花酿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我坐在齐爵对面，看着他与师傅方才正在下的棋。你下到最后有些急躁了。齐爵面不改色，因为心乱了。我不解为何心乱。他抬眸看我，因为听见了你的声音。我怔愣地瞧着他，10年没见，他仿佛不曾变过，只是眼里的锋芒少了些，变得温柔了许多。我觉得我的心也有些乱了，只匆匆瞥开了眼。为何会来这蓬莱岛？齐爵，那至高之位我去争了，争到最后发现，我与老七不过是皇帝手中的2个棋子，他让我们相互制衡，互相残杀。我惊讶，他真正想立的太子不是七皇子。齐爵摇头，失笑道，你怕是也想不到，他最喜欢的一个皇子是那有些痴傻的2皇子。为什么？因为2皇子的生母是皇帝青梅竹马的恋人。我恍然，这还真是没想到。谁知道皇帝是个恋爱脑呢？齐爵又道，我倒是没什么感觉，毕竟我本也不是齐家人。可七皇子气得不轻，已经在准备谋反了。京城风云变幻，我便借此时机抽身了。本想去找你，可天下之大，竟无处可寻，没办法，只能来这蓬莱岛等你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再追问他为什么要来找我，只觉得隐隐约约，心底有什么东西正在抽枝发芽。西晋43年，七皇子在西南王的助力下举兵谋反了。这场夺位之战，终究是他赢了。消息传来蓬莱的时候，我有些唏嘘，没想到顾海还真站对了队。不过这西南王是谁？齐爵伸手递给我一盏茶，这个你问顾海也许更合适。我只听说西南王当年遇袭，身中5步蛇毒和百日散2种剧毒，是顾海救了他。他醒来后便与七皇子一条心了。噗！我嘴里茶猛地喷了出来。他说的这人，不就是我就过的黑皮男人吗？顾海竟敢设计我。看我脸色不太好，齐爵问道，怎么了？我阴恻恻地看向他，顾海明日回蓬莱。他书信里是这么说的。我微笑，届时我若同他打上一架，你帮谁？齐爵笑了，自然帮你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